欢迎观看本期的 This is my architecture， 我是来自于 AWS 的赵伟。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来自于美洽的技术宝藏负责人靳秋，帮我们去分享一下美洽基于 AWS 平台去构建的一套在线的 SaaS 的这样一套客服系统。靳秋你好。你好，赵伟。能不能先帮我们整体去介绍一下，就是这套系统的一个背景情况？好的。美洽是基于 AWS 构建了一套在线的客服 SaaS 系统。我们目前已经有10多万的在线的一个付费的一些企业。这些企业它的用户是遍布在全球各地的。所以您的服务对象都是企业客户？对，是的。这些企业它的客服大部分是在大陆这边。所以就是您服务的这些企业客户，他们自己的客服人员，绝大部分会在国内。是的，是的。那终端用户呢，会是遍布全球的吗？对，就是这些企业的终端用户的话，它是在全球各地的。所以在这些售中售后这个和售前的一些咨询上，就会有全球和国内的通信问题。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利用了 AWS 的技术，然后来搭建了一套全球稳定的一个在线客服 SaaS 系统。您能帮我去具体介绍一下吗？好的。就是我们的企业的一个用户，他在咨询企业相关问题的时候，他会发起一个聊天的一个咨询窗口。这些咨询窗口上，他需要去加载一些静态的一些资源，比如说 JS 的代码、CSS。然后他发起这个请求之后，会落到 AWS 的 Route 53进行一个解析之后，会访问就近的 CloudFront 节点，通过 CloudFront 能够回源到我们的 BGS 的 region。所以您 Route 53的这种路由策略是基于地理位置的，还是延时？对，我们是基于地理位置的，这样子能够保证客户的网络的质量相对是更好的。那对于 CloudFront， 您这边有什么特定的这个技术点去满足您这个全球和国内的这个苛刻的这种网络质量要求的这种保障吗 ？CloudFront 的话，大家知道它其实是一个静态的一个 CDN。然后我们刚才也介绍了，就是美洽这边静态资源就是利用 CloudFront 来回源，但是在动态资源上，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全球之间的网络的质量是各异的，我们美洽是很难去保证全球网络之间的质量。但是我们相信 AWS 在全球各地的 CloudFront 的节点间的链路是做过很多的一些优化的，所以我们想了一个方法来利用 CloudFront 来解决我们静态资源的一个加速的一个问题。我们的动态资源经过 Route 53之后也会到 CloudFront，但是它的 TTL 是为0。这样子的话，它就可以充分的利用 CloudFront 的节点之间的线路，然后直接回源到我们的中国这个 BGS。就相当于优化了这一段的这个链路。对，是的，是的。那接下来其实回源到中国北京 region 之后，我们会去进一步做什么样的处理呢 ？OK， 然后我们的请求到了BGS region 之后，我们的流量首先会到 AWS 的 ELB 这边。然后我们是希望给客户提高非常稳定、高可用的一个服务，所以我们的服务在部署架构设计上充分学习了 AWS 关于高可用的一些最佳实践。所以我们的流量进来 ELB 之后，流量会分别分发到我们的 EC2 上面的2个 region， 从而避免单个 region。2个 AZ 是吧？2个 AZ。所以我们会把流量分发到 AZ1 和 AZ2 上去。是的。从而避免了单个 AZ 故障对我们业务造成的一些影响。那所以对于这部分的 EC2 来说，它起到的应该看起来是您的这个核心服务的作用。那这里面会去做一个具体什么样的操作 ？OK， 我们的 EC2 上面，美洽基于 AWS 的 EC2 上面，我们在这基础上再搭建了一套 K8S 的一个服务。
然后我们的一个服务在 K8s 上面，通过 K8s 的一些label， 能够保证一个服务会被调入在EC2 上的2个 AZ 里面。不同的 AZ。对，是的。那所以这样就可以保证你的服务的这种可用性。是的。那这里面会包括什么样的不同的服务类型和服务模块？服务的模块，就是因为我们是一家在线的 SaaS 的一个业务，那么我们有一些我们的模块，比如说我们的长连接服务，就是也是在我们的整个K8s 里面。非常对于这套系统是非常重要的一套。对，是的。那所以接下来我们会，我看有 ElastiCache 和 RDS， 那我们会把什么样的数据去存在 RDS 里去 ？OK，比如说我们的消息的内容，它就会经过我们的业务模块之后处理，它会写入到我们的 RDS。然后同时，消息大部分上的话是在进行一些读取，为了保证读取的速度，我们会把 RDS 里面的数据，同时也会写到 ElaCache，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就是读取的效率会比会有大幅提升。那所以我也看到您对于 RDS 其实也有这个组重的这样的一个设计。那其实这一块还有其他的这种考量吗？ OK， 我们的 RDS 的话，你也看到，就是因为我们的业务上面除了只是一个在线 IM 之外，我们可能还会做一些离线统计的一些需求。但统计的时候，可能说我们需要在每天的低峰期读取大量的数据做一些计算，那么我们避免对线上的业务、在线业务造成一些影响，所以我们会在 RDS 的一个 master 后面有多个的slave， 从而避免了在报表统计的时候对我们的业务造成的一些影响。所以会有统计报表统计系统也会用 RDS 去做这个对接。是的。那最终我看到了这里其实还有 S3， 那 S3 在这里面是承担什么样一个角色呢？S3 的话，主要是存放我们业务上面一些静态的一些资源，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 JS 代码、CSS，还有包括我们之间绘画之间的内容里面的图片、视频的一些内容，这些静态内容都会放在 S3 里去。对，是的。所以总体看起来，我们是去构造了一套这个布局全球的，客服、客户和客服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高效的 IM 的SaaS 的客服系统。对，是的，也就是得益于 AWS CloudFront 链路间的稳定，然后我们的架构从原来的架构迁到这套架构之后，我们利用了海外的 Pingdom 来对我们的用户质量进行一个监测，然后我们也发现就是海外用户的连接的耗时从原来的300毫秒可以直接降到10毫秒左右。这个变化非常大。好，谢谢金秋今天的分享。感谢观看本期的 This is my architecture。